提出问题的能力是了解真相最强大的资源。洛克菲勒集团这个阴谋集团的派系控制了美国。俄罗斯的主流媒体公开报道了美国前任总统川普被秘密政府控制的证据。杰瑞德·库许纳就是操控川普的人。或许大家已经知道，杰瑞德·库许纳拥有纽约第5大道的666号大楼。不过大家应该还不知道，第5大道的666号大楼其实是洛克菲勒大会堂的地址，也就是洛克菲勒派系使用的共济会会所。此外，洛克菲勒集团也控制着石油交易、制药业、食品制造业，还有一部分的军队。他们曾经将纳粹偷渡到美国，因此他们又叫做光明纳粹。洛克菲勒光明纳粹集团是耶稣会士在第20世纪创立的派系，目的是阻碍并误导人类在技术和科学层面的发展。他们真正的掌门人曾经是戴维·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光明纳粹集团的关键人物有戴维·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老布什总统、迪克·钱尼、杰伊·洛克菲勒、唐纳德·伦斯菲、卡尔罗夫和保罗·沃尔夫维茨。洛克菲勒派系大多数是猎户座的龙人贵族，他们曾经在自己的星际帝国里拥有很多爬虫人奴隶，他们也想在地球上如法炮制，作威作福。他们来地球的主要目的就是创造一个世界独裁政府的奴役社会。不过现在他们只想带着细软逃到他们的巴哈马小岛，以免被关进大牢。洛克菲勒家族也是各大药厂的创办人和生化武器实验的幕后主谋。现在也是时候了解洛克菲勒创建制药公司并对抗自然疗法的真实历史了。西医虽然有一些优点，比如在紧急情况下很好用，但是现在是时候意识到现今把重点放在药物上的主流医学，也就是西医或者对抗疗法。吃药、放射治疗、吃药、手术、继续吃药，这一切其实是由洛克菲勒一手所打造的金钱制造机。现在如果有人谈论植物疗法或者其他全面的疗法，就会有人像看怪物一样的看待你。正如其他事物一样，政治和金钱都被用来扭曲人们的头脑，并鼓励他们接受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一切还要从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开始说起。他是石油寡头，也是美国的第1位亿万富翁，是天生的垄断者。到了20世纪之交，他通过他的石油公司控制了美国90%的炼油厂。该公司后来被拆分为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美孚等。与此同时，也就是1900年左右，科学家们发现了石化产品以及从原油当中提炼各种化学品的能力。例如，第一种塑料，也就是人造塑胶，是在1907年由原油中提炼而成的。科学家们也在原油当中发现了各种维生素，并且推测许多药物可以由原油制成。这对洛克菲勒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看到了同时垄断石油、化工还有医疗行业的能力。石化产品的最大优点是一切都可以申请专利，并可以出售，以获取高额的利润。但是洛克菲勒进军医疗行业的计划存在一个问题，当时天然草药在美国非常的流行，在美国几乎1半的医生和医学院都在使用来自欧洲和美洲原住民的知识来进行整体疗法。垄断者洛克菲勒不得不想办法摆脱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使用了问题、反应、解决的经典策略。也就是说，首先制造问题吓唬人，然后提供一套预先计划的解决方案，类似于恐怖主义恐慌。
然后爱国者法案从而得以实行。洛克菲勒找到他的好朋友安德鲁·卡内基，这是一位通过垄断钢铁行业赚钱的另一位富豪。他设计了一个计划，从著名的卡内基基金会之中，他们派了一名叫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人周游列国，向全国各地医学院和医院做报告。这项举动催生了弗莱克斯纳报告。当今美国医学界的许多方面都源于弗莱克斯纳报告及其后续的衍生。毋庸置疑，这份报告谈到了对当时医疗机构进行改革和集中化的必要性。由于这份报告，很快超过半数的医学院被关闭，顺势疗法和天然药物被嘲笑和妖魔化，医生甚至被判入狱。为了帮助这个过渡，并改变其他医生和科学家的想法，洛克菲勒进一步向大学和医学院捐赠了1亿多美金，并且成立了一个名为普通教育委员会的慈善团体。而这是经典的软硬皆施的做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医院全部精简、同质化，所有的学生都在学习同样的东西，医学变成了使用专利药物的学科。科学家们获得了巨额的资助来研究植物如何治愈疾病，但是他们的目标首先是要确定植物中的哪些化学物质是有效的，然后在实验室当中重新创造一种可以申请专利的类似的但是并不完全相同的化学物质。从此，一种药物治疗一种疾病变成了现代医学的口头禅。你认为科赫兄弟邪恶吗？想想这个事实：大型制药公司的处方药比中央情报局、军情6处、摩萨德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的致死率高出16400%。大型制药公司也曾经联手减少希腊常见药品供应量的90%，从而造成该国严重药物短缺。所以现在100年之后，我们正在培养对营养、草药或者任何整体疗法一无所知的医生。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受制于大型的公司，并且为了他们的福祉去进行运作。美国把自身 GDP 的15%用于医疗保健，事实上它应该被称作疾病护理，因为它并不关注完善的治愈方法，只去关注症状，从而创造了回头客。癌症、糖尿病、自闭症、哮喘，甚至流感都无法治愈。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治疗方法？因为这是一个由寡头和富豪建立的系统，而不是医生。至于癌症，对了，美国癌症协会正是由洛克菲勒于1913年创立的。就提高乳腺癌的意识而言，我们很可悲地看到人们被洗脑去进行化疗、放疗，还有手术，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不过，这里还要引用约翰·洛克菲勒的一句话，总结他对美国新世界秩序的愿景：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场合适的重大危机，这样一来，所有的国家就都会接受新世界秩序了。最后，也请大家去思考，这曾经发生的一切，是不是跟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国家采取封锁政策，继而推行大规模疫苗接种，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呢？历史总是在重复地上演着。